嗨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在2025年的第一个影片和大家见面。那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些什么呢？在今年的一开始，我其实想了很久，我决定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汉字，以及教大家怎么认、怎么记汉字。你知道，在目前为止，有人统计过，有多少汉字吗？关于有多少汉字这个议题，其实会按照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统计方式。那我在这个影片当中，我用的是台湾这边的统计。那这个统计放在这一本字典里面，大家猜猜看，目前包括所有出现过的汉字有多少呢？这个你一定想不到吧？目前总共有106303个字，这个数字是不是很吓人呢？如果我们用一个比方来说，这么多汉字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从出生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开始学汉字，那么每天学一个的话，我要花291年才能学会所有的汉字。就算我今天一天学2个，我也还是要花146年多来学汉字。这样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终其一生，在我的有生之年，我最多活100岁，我都不可能学会全部的汉字。所以，这个数字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令人沮丧呢？但是好消息的是，事实上，我们每天或是我们常常看书、看报纸，常常会出现的汉字，并不会到这么多，因为这里所谓的10万多个汉字是包括了像是简体字、繁体字、古字，或是已经出现过，可能在古代的书本里面出现过，但是现在几乎不用的汉字。所以说，这10万个汉字里面，其实按照台湾的统计，我们最常用的只有4008个汉字，再加上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常用，但是偶尔还是能看到的，大概6000多字，所以其实大概只有11000多个字是我们这一辈子会用到的汉字。那其实呢，如果今天你是学的是简体字的话，这个简体字其实是被放在这个红色的地方，就是异体字里面。目前的简体字总共有2235个简化字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要学简化字、简体字的话，你其实还要再把剩下的2573个繁体字学起来，才会是4808个常用字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想要在中文的世界沟通、阅读、讨论都没有问题的这种程度的话，你除了学简化字的2000多个以外，剩下的你还要再学2500个繁体字，这样子才会够用。所以说，我记得，这么多的汉字呢，我们母语人士当然不可能，都全会。事实上，我也不可能知道每一个汉字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像刚才我们说到的4000多个常用字里面，其实已经够我们这一生当中来使用。而且呢，我们从小其实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才学起来这么多的汉字的。我记得我大概是7岁的时候，学校的课本才开始出现汉字。像这里，我们小时候的课本就是这样，可能是大概小学2年级的时候，课本出现汉字，然后呢，读完一篇文章，下面这个地方有我们每一课必须要学会的生字。那所以说，常常老师就会在发给我们这一个作业本，然后作业本里面会规定我们，哦，今天的作业是要写一，然后写来，然后写了，然后每天回家我们就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把下面的空格都写满，就是来练习这些汉字。我们从7岁开始，一直到我们小学6年级毕业，大概一直到13岁，每天
每天我们都要来练习写汉字，所以呢，汉字对于很多母语者来说，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，更不用说你们这些正在学习中文的非母语人士了。事实上，我们都非常的理解汉字的痛苦。但是没办法，中文这个语言是不能没有汉字的，因为中文的同音字很多，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全部的汉字拿掉，我们只用我们的拼音来开始沟通，这样子沟通上面会出大问题的。小时候我们常常被告诉说，中文是象形文字，象形文字就是这边说的 pictogram，象形文字。所以说，中文跟其他的语言都很不一样，因为中文没有字母，没有 A B C D，或者是没有像日语的 R E U A O 这些假名，中文有的就是汉字。好，那是不是有老师常常在你的汉字课会跟你说，哦，你看，比方说，人就是一个人的形状，山就像山的一个形状，所以中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。这种说法我只能说不完全正确。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个统计表里面，绿色的象形字其实只占了整个中文的4%而已，4%。对，你看，那剩下的96%是什么呢？其实剩下的96%有一大的部分是这一种蓝色的这一种我们叫做形声字。形声字占了84%，也就是说，中文有至少超过80%是用形声字。形声字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比方说大家常常看到的"请"，please。请这一个字，所谓的形声字指的是这个字，它其实有一半是一种标示声音的符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"请"这个字可以分成左边的这一个部分，还可以分成右边的这一个部分。标准的形声字这边其实就是它的一种古代的注音的方式，因为这个字现在念"亲"，所以你其实看到"请"这一个字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啊，这一个字大概是念 QING 的这种拼音的方式，只是声调会不一样，声调你要另外记。但是呢，至少看到形声字这种字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右边的部分已经告诉你这个字大概要怎么念了。那这种比例在中文占了84%，所以我们再回到一开始，可能你的老师跟你说过的是中文是象形字吗？其实不尽然，因为其实中文大概84%的字都跟你的语言很像，它其实是默默的，可能不那么明确，但是它已经告诉你这一个字要怎么念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说中文完全是象形字，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，其实中文应该要是另外一种拼音的文字，只是它的拼音的方式不是像欧洲语言那种拼音的方式。好，那既然有这么多形声字的话，要搞懂形声字，我们除了要看它右边的这一个声音的符号以外，我们还要理解的是左边的这一个东西。左边的这个东西，我们就叫做部首。好，那右边的这个部分呢，其实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名字，叫做部件。所以说，要搞懂一个汉字，我们必须要来了解到底什么是 component 部件，什么是部首 radicals 呢？我们再用另外一个字来举例，这一个字叫做河，河都是 river 的意思。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两个部分。好，那拆成两个部分呢？我们知道说右边的这个部分是声音的标记，声音的标记现在这个字念可是，在古代的时候，它其实是有一点像是这样的一个发音，变呵的发音啊。那这个是另外谈发音的部分。那右边它其实就是一个部首了。这个部首代表的是这一个字跟水、跟 water 或是跟 liquid 有关。
好，所以跟水有关的东西，然后它发音念叫做可或是和这种发音在一起就是和。所以如果今天你不知道一个字，但是你可以用部首来猜一猜这个字跟什么有关。这个字一定是因为它有水的这个 radical 这个部首，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字一定跟水或是跟 liquid 有关。我查了字典，我知道哦，这个字念河是跟 river，没错，水里面河里面有很多水，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字跟水有关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哦，另外一个这个字大家一定常常看到的就是念茶，茶就是 tea。那茶我们一样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，上面的这一个部分和下面的这一个部分。上面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从这个图画过来的，大家觉得这个图画像什么呢？那大家看到这个图画是不是像草 grass 一样呢？没错，这个字它就是跟草有关，或者我们说跟植物跟 plant 有关。对，或者是跟 herbs 有关，所以你看到这一个字，你就知道这个字可能是跟 plant 跟 herbs 有关。好，所以没错，我们知道这个字茶它就是 tea 嘛，它当然是从叶子过来的，所以说它一定会有这一个 radical，这上面就是 radical。好，那下面这一个字，下面这个字，我们说这个是代表的是声音。可是如果我们继续再分这个字，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两个部分，这个是人，这一个是木。哦，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记得茶怎么写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记得这里这个字有三个 components，其中一个是 radicals，另外两个是 components。所以说，我们从这两个字来分析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部首它其实就很像是一种告诉你这个字的意思的一个线索。嗯，所以说你从一个字，你从一个字的部首，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字可能是跟什么有关，就很像是印度欧洲语言里面的字根这个 root 字根。好，但是呢，另外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部件 component。那刚才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看的“茶”这一个字，这个“茶”下面有人有木，这个“茶”跟这两个 component 都没有关系，都没有关系。所以你可以说 component 它只是一种拆字的方式，它不会告诉你意思。哦，它不会告诉你意思，它只是告诉你这个字是从哪些东西组成的。如果今天你遇到了一个字，你不会，你必须要从 radicals 去猜这一个意思，而不是从部件去猜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，啊，这个是明天的明，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字拆成一个是日，一个是月。所以说，看到这种字，我们给它叫做是一种合体字。合体字就是它是从两个部件合在一起的。那如果两个字再分开，分成日，这个日代表的是太阳，这个月代表的是月亮，哈、它就是不能再拆了，我们就把它叫做独体字。啊，所以中文其实有几种分类的方式。所以像刚才我们说到的，有一些简单的字，它其实是从部件过来的，所以 components 可以是 radical，它也可以是一个 characters，它也可以是一个字，但是不是每一个 component 都是一个字哦，而且也不是每一个 component 都是 radical，这一点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在这边。OK，好，所以讲了这么多，其实只是想要告诉大家一点：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学，好好的去认一个汉字，甚至你真的想要去写它的话，其实你会有一种技巧。第一个就是你先去学那些 components，而且那些 component 已经是一个字的，像比方说人、日、月。山这一种，它也是 component，它也是字，也是 characters。
等到学了差不多了之后，你可以继续学第二种，就是 components as radicals，可以是部件，也可以是部首的那一些字。因为当你学会了 radicals 之后，你可以猜的字更多了。好，第三个部分也就是开始去认一些是呃部件，但是它不是一个部首，它也不是一个字。到最后你学了很多简单的 component 和 radical，你把它们组合起来，就会是一个合体字。从这样一步一步接着来，你学汉字就会有比较系统性，而且又会是比较聪明的一种方法了。好，那么我在下一堂课的时候，我会教大家，如果你是完全没有汉字的基础，而且你是真的想要试着自己认汉字，甚至想要动手写汉字的话，我在下一堂课会教大家怎么从最一开始来开始练习，也会带着大家认识一些 component 部件，还有一些部首，还有一些 characters 字。然后慢慢的带着你去认识、去了解，甚至去突破看起来很可怕的汉字哦。好，那么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